结婚7年，我发现我的丈夫似乎有了外遇。怀着身孕的我决定去查明真相。当我到达那个地方，看到的却是一地的衣物和2个人的身影，一个是陌生的女子，另一个竟然是我的丈夫。我只是想要一个解释，但现在我感到极度的恐慌，仿佛我的孩子都要因为我的紧张而受到影响。我匆忙离开那个地方，泪水模糊了我的视线，太震惊了，那里的一切让我难以置信。我想报警，但是这个地方太偏僻，手机没有信号。直到我开车下了高速，我才稍微冷静了一些。我一直在想，为什么我的丈夫会选择这样一个荒凉的地方来见面？他作为一个公司的总裁，难道不能选择一个更体面的地方吗？没想到我竟然从怀疑他出轨的妻子，变成了一个可能失去丈夫的人。手机终于有了信号，我立刻拨打了110。喂，我丈夫出事了。交警拦下了我。你好，开车时请不要使用手机。怎么又是你？这个交警我认识，姓任，之前因为我的一个小错误罚过我。任警官的出现让我感到一丝安慰，我像个祥林嫂一样哭了起来。任警官，我丈夫出事了。什么？我丈夫出事了？我哭着说，我怀疑我丈夫出轨，所以我在他车上装了追踪器。今天早上他去了城外的九龙山，等我到那里，那是一个破旧的居民楼，门都没有，地上散落着一些衣物，男女都有。再往里走，就看到2个人。任警官听得很认真，然后回头招了招手，你们把酒精测试仪拿过来给这位女士测一测。我没有喝酒，是真的，那里满是一些不好的东西，而且我觉得那个地方还有人，大概是我哭得太厉害。任警官终于重视起我的问题，他打开车门让我坐到副驾驶，我带你去警局报警。谢谢，不过你穿高跟鞋开车这是违章，我丈夫出事了。任警官送我到了警察局，我一进门，警察局长就笑着迎了上来。江太太，我们正要去找你呢，你能平安回来真是太好了。我感到困惑。局长解释，刚刚江总来报警，说你走丢了，你现在怀着身孕，我们这儿不正部署警力找你吗？这下好了，江总可以放心了。你是说我老公还在？我懵了，难道我看错了？不会啊，当时地上的阿玛尼西装确实是他的，我今早亲手从衣柜里拿的。正说话间，一群人从门外走来，为首的男人西装革履，身后跟着一群秘书。你看，这不是来了吗？江天琪进门，宠溺地把手一摊，娇娇，你跑哪里去了？我仔细地看着我老公，他很正常，英俊潇洒，连发型都没有乱。我是在车上做了个噩梦吗？还是我因为太过于担心被背叛，精神出现了问题？他像从前一样温柔地捧住了我的脸，看你，让我一通好找。我的心猛地一跳，铁锈味。他的右手传来淡淡的铁锈味，这是那个破旧楼梯的味道，他绝对去过那里。我猛地推开他，怎么了？江天琪歪了歪脑袋，老公，我觉得我们应该分开一段时间，冷静一下。为什么？被他专注地注视着，我快要无法呼吸，得找个理由，合情合理地离开他。我出轨了。我痛苦地闭上了眼。警察局里一下子全安静了下来。下一秒，任警官从我的车里下来了。怎么了这是？他拿着我的车钥匙问。江天琪眯了眯眼。半个小时后，任警官在我面前踱来踱去。所以说你告诉江总你包养了我，也不是包养了，不要说的那么难听，只是劈腿而已，只是而已。任警官打开了电视机，新闻头条都在播报天盛集团老总惨遭劈腿。江天琪在个人微博回应，每对夫妻都会有7年之痒，娇娇只需要知道，我会一直在这里等着你回来就可以了。也希望每一个看到娇娇的人都帮我劝劝她，她还怀着身孕，这不是理智的选择。附一张我的照片，有一说一，这张照片 P 的还算可以的。任警官抽调我的手机，江太太，你先别刷微博了，你要知道你这么一闹，我都升不上去了。你现在立刻马上回你自己家，跟江总澄清我不是奸夫，然后赶紧把你的高跟鞋违章处理一下。我不能回去，我老公真的有问题，我把铁锈味的事情跟他说了。任警官叹了口气，那我们现在就去现场看一看，如果真的有你说的血迹啊、人皮啊，那就让刑警大队处理，如果没有你就回家，然后让江总带你去医院看脑科，行吧？我小鸡啄米地点点头。任警官死也不肯再上我那辆风骚的车，我坐在任警官的车里回到了事发现场。大半夜我们爬了4楼的废弃楼梯，手机的光照出来，地板是干净的，这不可能，我惊了，冲进去到处找，我明明看到了的，我早就想吐槽了。
任警官鄙夷地看着我，你说衣服、血迹我都忍了，人皮是怎么一回事？还口口声声我老公的人皮，真人皮能让你认出鼻子眼儿啊？我跟他睡了7年，我认不出他的皮呀。我们正吵架，我电话响了，是我请的私家侦探江太太，你让我们调查的事情有结果了。我现在对我老公出不出轨已经不在乎了，他前后秘密交往过19位女朋友。草，把照片给我传过来，现在，马上！我坐在任警官的车里，翻看着几10个 G 的照片。照片中的江天琪一身黑衣、黑色鸭舌帽、黑口罩，笼罩得严严实实，身边跟着不同的美女，还有美男。我感觉我现在能把江天琪的皮扒了，他怎么这么能啊？时间怎么管理的啊？江总不但时间管理得很好，金钱上也分配得很好。这些女孩儿每次经过简短的约会后，都被送到了国外，再也没有回来过。所以太太，您从来不知道，我嗷的一声哭了出来，我的命好苦。等一等，我捕捉到了盲点，一个都没有回来过。是的，他们都被安排出国了。你确定他们真的出国了吗？我颤抖着问。你能不能找到哪怕任何一位情人的线索？人活着总会有痕迹的，对吗？哪怕出了国，查，现在就查。车程40分钟，电话对面查了3个人，社交网站没有更新，银行余额没有变动，甚至没有出入境记录，什么都没有。草，任警官的脸色终于变得跟我一样雪白一片。我扑上去抱住了他的胳膊。任警官，你得管管这事儿啊！别说警局了，市政府都被我老公他收买了。我他妈是个交警，我还是孕妇。我哭的眼泪鼻涕都要喷出来了。你可怜可怜我，孩子他爸杀了19个，他杀疯了，我得是第20个。任警官面如死灰，你就没有为人民服务的梦想吗？啊，你想想我孤儿寡母的，我嫁给我老公后一直待在家里，一条虾都没有自己包过，你现在让我怎么办？跟他对打吗？别说了你。任警官捂住了我的嘴，他终究还是大发慈悲地收留了我。私家侦探也表示明天会把19个女孩的行踪交给我，但是得加钱。我又一次坐在了福明街马路旁的公园椅上，上一次我就是在这里跟私家侦探接头，还没到时间，就有人在我身边坐下来。看你过的都是什么日子？修长的手指撩起了我的头发。你今天都没有换包包。我猛地挪开了屁股。是江天琪，他穿着一身黑，戴着鸭舌帽和黑色口罩，跟照片上的打扮一样。我害怕地抱住了我的鳄鱼皮包包。我是不是要死了？昨晚去哪里了？他伸手捏上了我的后颈，像是在捏一只小猫。天琪，我觉得我们的感情已经破裂了，所以我就不报备了。为什么？我们的爱情难道就这么经不起考验吗？他的声音还是那么温柔有磁性。我的眼泪不要钱一样往下流。我以为的考验无非就是打胎流产、出轨小三、婆媳撕逼、豪门宅斗，但我万万没有想到，我抓个小三看到你的人皮躺在地上了，这些呼林拉的。我只是一个怀孕4个月的孕妇，我为什么要经受这样的考验？我哽咽道：对不起，是不是有人跟你说了什么？江天琪凑过来，耐心地哄着我。是那个任警官吗？你别问了，反正我已经不爱你了。我把头扭到一边，肚子里的孩子也不是你的。江天琪温柔地笑了笑，不会的。阳光底下，它的瞳色很浅，浅到金黄。就算你出轨，我的精子也会杀死人类的精子。我的脑袋里嗡的一声，他刚才使用了一个很专业的词汇，人类，这是会出现在离婚谈判中的词汇吗？路对面有个人走过来，是私家侦探。江天琪抬手轻巧地打了个响指，一辆大卡车在我面前飞驰而过，然后是砰，刺啦，人群喧闹起来，马路上散落一地凌乱血肉，我当即缓缓滑倒在地。我是不会轻易离婚的，除非你提出感情破裂的证据，你有吗？娇娇，江天琪抱着我，在我耳边呢喃。我摇摇头，那还有什么别的问题？有，我感觉我要流产了。江天琪开车把我带回家。家里面已经有医生整装待命。我家公司本来就是做生物医药的，自打怀孕后，我从没有去过医院，有一整支顶尖医疗团队随时监测着我的身体。江天琪把我抱上床，医生在我身上连上各种仪器。夫人身体无恙，母子平安。江天琪松了口气，将手放在了我的孕肚上，亲昵地摸了摸。以后不要再乱跑了，你是有身孕的人。他眼神温柔，仿佛什么都没有发生过，仿佛半个小时前他没有打个响指就杀人，这让我觉得很割裂。江天琪跟我的感情一直很好，所以发生这么多事情以后，我下意识地怀疑
他不是他，我老公心子换人了。可现在我主动排除了这种可能性，眼神骗不了人，他确实是我相恋10年的伴侣。可这又怎么解释这些莫名其妙的出轨、凶杀、超能力呢？我脑瓜子嗡嗡的，在他怀里沉沉的睡了过去。醒来的时候，连我自己都在唾弃我自己。柳娇娇，你怎么睡得着的？江天琪做完午饭端过来，他问我感不感动，我不感动。你今天不用上班吗？我冒着冷汗问。孩子需要爸爸。江天琪又温柔地摸了摸我的肚子。我老公一直有个问题，就是他有时候说话很怪，比如说这句一个孩子，他都还没有出生，为什么会需要爸爸？哪怕是说情话，这种时候也不该说老婆你需要我吗？因为我们结婚很久了，我都下意识忽略了这种怪。此时此刻，这种诡异感又从皮肤上冒出来。他有没有可能说的是事实？我肚子里的孩子跟别的小孩不一样，所以他需要江天琪跟我待在一起。我心凉了半截。我老公是什么东西啊？我孩子又是什么东西啊？我抬眼看向床边的仪器，我现在是真的很想去医院做个正儿八经的孕检了。问题就是我连屋子都出不去。还好我老公还是我老公，我有的是办法拿捏他。我坐起来推开营养餐，我不爱吃这个，我要吃丽苑的烤乳鸽。吃什么乳鸽？我做老半天，我就要吃。吃完了我顺便要去趟阪急，我订的鞋子跟包包到了。我平日里就是做精，我现在还怀孕了。江天琪没能熬得过我，你躺着，我给你去拿。他瞪了我一眼，出门了。他前脚一走，我提着鞋二话不说溜出了家门，去了交警大队。4任警官正在审司机，看到我拎着保温杯出来，今早你去福明街拿照片，有没有看到那里出了车祸？我正要跟你说这事儿，我那个私家侦探死了，被车撞死了。他干的。任警官的脸色一下子不好了，他知道我说的他指谁。这次他没有说我异想天开，而是直接带我到审讯室外听讲讲。司机当时是清醒的，车速也在正常范围内，大卡车在那段道路限速60，他当时开得远不到这个速度，然后突然之间车就飞出去了，我油门都没踩，真的，我还踩了刹车，但没用，车完全不受控制。任警官低声道：我们检查了道路上的痕迹，也检查了卡车的车速监控，当时以发动机的动力输出，不可能提供那种速度，倒像是整辆车被什么奇怪的外力拖飞过去了。我老公当时打了个响指。任警官沉默半晌，瞥我一眼：你家那位也太不把牛顿放在眼里了。任警官，我今天找你来有更重要的事，你能不能带我去做个产检？哈？等他下班后，我俩一起站在第一医院妇产科外，我跟他商量能不能用你的医保卡。任警官，你要不要听听你在说什么？我老公搞医疗的，我一刷卡他肯定就知道了，说不定 B 超没照上，他就把我逮回去了。任警官翻了个白眼，老是去柜台挂号。妇产科护士看他的眼神很奇怪。你妇产科？他编了个拙劣的借口，他没医保，我卡上能报销。快一点，谢谢。护士问我，你确定要给这种抠门的男人生孩子吗？不，孩子不是他的，是我老公的。我老公长得比他帅，也比他有钱，就是我们夫妻感情出了点问题，我才找上他的。护士的表情愈发扭曲了，任警官则冷脸捂住了我的嘴。好说歹说开了单，我躺上了 B 超台。医生本来在唠嗑，突然卧槽了一声，我紧张问：怎么了？我孩子怎么了？你没怀孕？医生磕磕绊绊道：你子宫里这些密密麻麻的是什么东西啊？是虫卵吗？我晴天一个霹雳，什么虫卵？而且你的肝不见了。他惨白着脸在我肚子上不断移动探头，你的肝脏好像整个都被吃掉了。做完全套检查，我爹坐在医院长椅上嚎啕大哭，他肯定是在拿我做生物实验。我们这么多年的情分，他竟然拿我当小白鼠，他好狠的心，他不爱我了。都这时候了，你还在意他爱不爱你？任警官惊了，恋爱脑也该有个底线吧，大姐，你干花儿都没了，他都不爱我了，我死了算了，让虫子把我吃光得了。我瘫在长椅上嗷嗷乱哭，为你振作一点，总会有办法的。正说话间，一位头发花白却精神矍铄的教授带着人风风火火走到我面前。你就是任天堂？啥？你叫任天堂？我看向任警官。对，怎么了？任警官冷着脸跟教授握手。我是任天堂，这位是一名不愿意透露名字的患者。我连忙道：你的病例非常特殊，非常罕见，我希望可以成为你的主治医生。大夫，我还有救吗？我活着的希望大吗？理论上你早死了。教授严肃地推了推眼镜，
你的子宫中有很多寄生虫，它们在掠夺母体的营养，以至于你的脏器都在溶解以给它们功能。但是很奇怪的，你的身体没有任何衰竭的迹象，在所有指征全都错乱的情况下，你既诡异又健康，这是个奇迹。我扬起一丝希望，那我现在能堕胎吗？你子宫里那些未知寄生虫的活体样本得留给我，您拿走好了。想起我跟江天琪相恋10年，他给我留下的是一堆虫，我就嘤嘤嘤地哭起来。教授让助手递上手术同意书，爸爸签一下。我不是她老公。任警官倒退一步，我只是个走过路过的人民警察。我抢过笔签完，赶紧手术吧。我老公不会同意我流产的，等他发现了，就什么也做不了了。因为我的身体能让教授发10篇 SCI。最后我们违反了一切手术条例，当晚就上了手术台。在医院的无影灯下，我接受了局部麻醉。教授正准备为我进行手术，突然我感觉手术室的灯光微微闪烁了一下，然后在一群穿着白大褂的医生中间出现了一个穿着黑色衣服的女士。她长发直垂，戴着大耳环，穿着时尚的皮衣，面无表情地看着我。我惊叫起来：啊，教授手一抖，你……我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，从病床上爬了下来，尖叫着打开门跑了出去。救命啊！救命啊！朋友们，当时的场面真是可怕极了，整条走廊连个人影都没有，外面下着大雨，一点光都透不进来，而我敞着肚子，肚子上还插着一截断手。那个我老公的旧时就阴着脸在我后面追我，我一路都在淌血，加上麻醉药的影响，根本跑不远，很快就走投无路，被逼到走廊尽头的窗户底下。把他的东西给我。那个女人逼近我，平静地说。我大怒，我才是她老婆。下一瞬间，我头顶的窗户猛地打开，狂风暴雨扫了进来。我抬头，将天琪西装革履，阴沉着脸，以攀爬的姿势停在13楼的窗框上。老公，他威胁我，我当场哭出来。没事。他伸手自上而下摸了摸我的脑袋，然后猛地一挥拳，直接把那女的推开了，人头咕噜噜滚到地砖上。我这才发现，不论是手上还是颈部，她都没有流血，无头的尸体完全没有受影响。劈手朝我袭来，我老公单手拎起她，直接丢到了窗外，然后他也跳进了暴雨里，消失不见。在梦中，我一直听见诡异的笛声，旋律很熟悉，但怎么也想不起来是在哪里听过。后来，笛声变成了疯狂的尖叫，我被吵醒了，眼前还是那个走廊，但这次灯火通明，医护推着推车来来往往。太太，你还好吗？太太，医生在我耳边唤道。我不大好，大夫把我肚子切开了，然后出了点状况，没缝上。我哭唧唧拉开我的手术服，但是很快我就发现，除了一点点血，我肚子上没有伤口，当然更没有触手和断肢。我是做了什么奇怪的梦吗？快把老教授叫来，我有点事情想问他。这里怎么这么吵？什么人一直在叫？整个走廊上都是此起彼伏的尖叫声，仿佛集体性的歇斯底里，疯狂、恐怖，丝毫不间断，充斥着整个13楼，已经到了没法正常说话的地步。医护把我送到一间病房，看我的眼神带着畏惧。教授过不来了，他们全都出现了一些状况。我猛地一愣，出现了一些状况。我们进手术室的时候，发现所有人都倒在地上，手术台上是空的。我们对手术团队进行了急救，等他们醒来以后，就变成这样了。您知道些什么吗？他什么也不知道。门被推开了，江天琪走了进来，他有些狼狈，西装破了，浑身是血，显然经过了一番波折。他接过医护手中的大浴巾，披在我身上，温柔地擦了擦我的脸。好了，他这么一哄我的眼泪立马不要钱一样往下流。这都什么事儿啊？我哭唧唧地抱住了他的肩膀。妈的，他身上好臭，有一股发酸的臭味，要不是我真的爱他，我就吐了。就当江天琪扶着我要回家的时候，刑警队长冲进了病房。江先生，请你跟我们走一趟，我们现在怀疑你跟一场事件有关。我的心一下子拎了起来，怎么回事？在这个节骨眼下，警察查到我老公了。不好意思，您说什么？就在半个小时之前，有人在淮海路垃圾桶中发现了一些物品。刑警队长出示了照片，而监控拍到你光顾了那里。你的意思是我把那些东西丢在那儿了？江天琪呵呵一笑。你处理过类似的事情吗？刑警队长，这可是需要技巧的，即使是专家也需要很长时间来处理。2个小时前，我还在板级替我太太拿包，不是我干的。我低声道：老公，你的知识好渊博，但有一说一，
你的嫌疑听上去更大了。江天琪笑了笑，你们说我处理了那些东西，那其他的部分呢？一个小刑警跑进来，其他部分找到了，在哪儿？小刑警打着眼风说啊，其他部分被放置在医院楼顶的避雷针上。小刑警吞吞吐吐道，刑警队长的脸色一下子白了。所以你的意思是我把那些东西处理了，其他部分挂到22楼的避雷针上？您可真有意思。江天琪呵呵一笑，拎起西装拍了拍，牵住了我的手，打算回家。刑警队长拦住了他，那你身上的血是哪里来的？江天琪的脚步顿住了，我老婆刚才差点流产了，流得你满身是血吗？江天琪搂住了我的肩膀，您这话说的，您没有老婆吗？您难道不知道女人怀孕是有可能大出血的吗？刑警队长微妙的脸色一变，问旁边的护士，是这样吗？我们也不知道具体的情况。江太太是林教授的病人，但是林教授他们全出现了一些状况，虽然很让人摸不着头脑，但咱们老江家的嫌疑更大了。江先生，你出现在那个现场，你说身上全都是太太的血，你太太的主治医生却都恰到好处地出现了状况，这会不会太巧？也许他们只是看了不该看的东西，人的认知是有极限的，未知有时候是种保护。咔嚓，刑警队长把手铐铐在了他手上，显然他跟我不一样，不吃我老公神神叨叨那一套。江天琪被带走前过来抱了抱我，留下我的子嗣。他在我耳边轻声道，只要我在，他就会保护你。说着，他习惯性地摸了摸我的肚子，不知道是不是我的错觉，我的孕肚好像更大了。6，我老公被抓了，天盛律师团集体出动，在派出所安慰哭晕过去的我，没事的，很快就出来了，定不了罪的，什么证据都不会有。我的心情很复杂，一方面我肯定不希望江天琪挨枪子儿，另一方面我也不想他这么快出来，我老公肯定有事儿瞒着我，这事儿还小不了，这个狗逼瞒这么牢，法律都拿他没办法，更遑论我一个家庭主妇。我决定从另外一个角度调查他的事，我找上警察，检举揭发死者跟我老公有不正当关系，能不能告诉我这个女人究竟是谁？她为什么破坏我的家庭？呜呜呜！老刑警人挺好，告诉我死者名叫徐天一，是个摄影师。2年前他放弃了优渥的薪水，从国家地理杂志辞职，此后行踪不定。上个礼拜才刚从祁县赶到 S 城。江太太，他之前跟江总完全没有交集，他们之间不像是情杀。那他来 S 城干什么？我们正在调查，因为徐天一在 S 城连开房记录都没有，貌似没有落脚点。老刑警打算连夜赶去祁县，那是徐天一最后留下生活轨迹的地方。我赶忙让人警官开车追上去。我有病，我大半夜跟踪刑警同志，我要是你我就干了。毕竟我老公一放出来，知道是你带我做产检，下一个被挂避雷针的就是你。人警官操了一声，踩了油门就跑。S 城到祁县很远，开着开着我就在副驾驶上睡过去了，几乎是一闭眼，我耳边又响起了诡异的笛声，那旋律越来越响，越来越响，我实在忍不了。任天堂你播的什么阴间音乐？可是眼前的场景却变了，我没在车里，而是在一间半地下的土坯房里。天色熹微，有几个穿古装的女人在我床前说话，她们的口音很奇怪，很陌生，不是我熟知的任何一种语言，但我的身体却好像自带强烈印记般。在一次旅行中，我意外地来到了一个陌生的地方，这里的人们说着我听不懂的语言，但奇怪的是，我的身体似乎不受控制，自动地跟随他们行动。这应该是个梦。我发现自己身处一个宽阔的广场，广场两旁挂着一些我不太理解的东西。我走了很久，才发现那些竟然是……我想起了一本关于文字演化的书，书中提到古代的一些文字代表着人生被掏空内脏悬挂的形状。我感到非常不适，但梦中的身体却似乎早已习惯了这一切。我和其他2个人一起从一位长者手中接过3个金盆，里面装着一些令人不安的东西。尽管我感到恶心，但梦中的我却端着金盆走向了不远处的土丘。我们走进了一个山洞，洞内的篝火把人影拉得诡谲跳动。在山洞深处，我们把金盆放在了一个神龛上。同行的人对我说了一些话，这次我似乎听懂了。他们说：“西娃，太岁就交给你侍奉了。”我习惯性地拿起骨笛吹奏起来，旋律响起，同伴们都害怕地退了出去。火光猛地一颤，寒气从洞里吹出来，我又听见了那天的声音，一个硕大的影子浮现在我头顶。我僵立在原地，根本不敢动弹。眼角余光看到一个模糊的影子慢慢爬了出来，我尖叫一声，猛地睁开眼睛，
睡一晚上怨气还这么大啊。任警官眼下青黑，两颊凹陷地瞥了我一眼。我做噩梦了，我惊魂未定。你怎么事儿那么多？一会儿怀孕，一会儿流产，一会儿又要做噩梦。你家江总电话号码多少？我要把你塞还给他。要不是我家天琪坐牢了，我也忍不住要给他打电话了。我不但做噩梦，还在外面被人数落了呜呜呜。早上9点多，我们到了祁县，老刑警已经把徐天一的房间封了，我们上不去。警队司机老张在底下抽烟，阴沉着看着我们这俩不速之客。刚好徐天一的民宿在旅游街上，有导游凑上来揽生意。你们哪儿来的？祁县1日游去不去？包车。见我们拒绝，他又问那江府去不去？就接对头，门票15。我心念一动，江府主人姓江吗？对，地主老钱家，从明清传下来的，扩了好多代了。看看这马墙，嚯，那个气派！他们清末的时候举家搬去美国了，听说改革开放以后还作为华侨归国投资，就是那个天盛集团。怪不得这发家史听着这么耳熟，这不是我老公家的祖宅吗？徐天一住的地方就在江家祖宅旁边，这么巧啊，这可必须得去看看了。门票15，我是江家少奶奶，这就是我家宅子，我回来也要买票啊。票务翻了个白眼，指了指国家保护古建的名牌。江家的祖宅很大，而且很奇怪，他家的门都开得特别高，按照人类的身高比例来说，有点太浪费了。我在其他中式古建上都没有见过这种门洞。柳娇娇，任警官突然在客厅叫我，干嘛这么严肃地叫我名字？任警官眼睛直勾勾地看着对面的墙，指了一下，你看，跟普通的清末人家不同，江家祖宅的客厅没有贴鬼神，取而代之的是贴了个照片墙，大部分都脱落了，但有一张非常清楚，是江家家主和一个清朝官员并排坐在一起，他穿着长马褂，看上去年轻英俊，身姿笔挺，而他的脸，100多年前的祖先会跟后代长得这么像吗？任警官问我，不是像。我摘下了墙上的照片，轻轻拂去上头的灰尘，是跟天琪一模一样。什么意思？你说他是你先生？让我看看，设于1898年，那他岂不是起码有150岁了？他已经够奇怪了，不差这一件。我心烦意乱道，我想起一个细节，我老公从不拍照，除了跟我一起拍过套婚纱照，偶尔会允许我偷拍他，除此以外，他完全不接受任何摄像，连采访都很少。这个时候手机响了，是老刑警让我们上去一趟。江太太，我们查到了一些奇怪的东西。我起先疑惑他为什么肯把徐天一的房间开放给我们，但到了那里我就知道了，整个墙壁上全都是血，大坡大坡的血，连天花板上都溅上了，而浴缸里散落着满满一缸剔得十分干净的人骨。当地民警在忙着留存证据，老刑警带着我们走到一面软木板前。徐天一好像在追查江家，追查你先生，他有跟你提起过吗？我仔细看着那块软木板，上头线索、图钉、便签纸和照片纵横交错。1130幕影之战，218徐福东渡，79年庞贝古城陷落，630年玄奘西行，794年平安京800比丘尼陨落。他的文字非常狂放，让人看着就想吐。串联的文字也完全不知道意义，好像只是一系列毫无关联的历史事件。我揉了揉额角，将视线聚焦在唯2张照片上。在1900阿拉斯加的文字旁边，酷似江天琪的人穿着爱斯基摩传统服饰，站在一群白人水手中间，冷锐地看着镜头。他们背后是一条巨大的鲸鱼，再远是北冰洋起伏的冰山。下一张就是1996回国，江天琪西装革履从车上下来被抓拍的画面。这是江总吗？老刑警疑惑地指着最后的那个剪影问。我不知道，应该是你公公吧。老刑警下意识找补，在他的认知中，人不可能过20多年还不老，所以必定是子嗣。而我冷汗津津地攥着口袋里的照片，盯着面前的软木板，目光追索到一切历史的源头，公元前1130年。朝歌，假如说我们在照片出现以后观测到的所有人都是江天琪，那我们凭什么觉得他只活了150岁？徐天一把这些历史定在这里，有没有可能这都跟江天琪有关？我一瞬间被这种假设吓得脊背发寒。夜夜睡在我枕边的老公，可能已经在这片大地上行走过整整3000年了。偌大的时间纵深把我吞没。导演又缠上来，祁县1日游去吗？我们是来查案子的，好不容易来一趟，不能错过纣王墓啊！我捕捉到了关键词，分开了跟导游纠缠不清的任警官。你说什么？
这里有纣王墓。导游吃了一声，你这话说的，咱们这儿古时候叫朝歌。我猛地一震，徐天一的软木板吊诡的梦。我依稀记得梦里面，高台上看着我的帝君就是纣王。商纣王迁都朝歌，然后被西周攻破了，商朝800年国祚就此结束。这跟江天齐会有什么关联吗？我要去看纣王墓。任警官震惊，你老公在监狱里，你小三吃了6个大活人，你还怀了不知什么玩意儿，现在你要去逛旅游景点。我把他拖上车，讲了我的梦。任警官皱起了眉，怎么现在还加上个前世今生？你老公是商纣王，你是妲己，你们双双转世再续前缘，专门祸害我这个交警。莫非我前世是你俩身边的大太监？不是，我就是个奴隶，地位很低的，住土坯房，离商王特别远。我老公他压根都没出现，我就没梦到什么帅哥。任警官，那你今晚加油，接着梦，梦好点，争取坐上妲己。纣王墓只是一个普通的景点，并没有引起我太多的兴趣。导游见我们兴趣不大，便推荐我们去另一个地方，前头还有个皇帝丘、娘娘洞，那里的香火很旺盛。什么名字啊？这景点靠谱吗？任警官有些不满，他们俩争论起来，而我远眺土丘，感到一股莫名的熟悉感。我站的位置和梦中的景象重合了，眼前的田野曾经是开阔的广场，一条笔直的道路穿过，通向远处的山丘。走，我拉开车门坐了上去。不久后，我们赶到了娘娘洞。越接近目的地，我就越兴奋。没错，就是这里。历经岁月的洗礼，洞口风化了，露出更多的岩石，里头的神龛也面目全非，被人摆上了佛像，堆满了一层又一层的红烛。但我知道这就是梦中的那个山洞，正在准备祭祀的人们载歌载舞。这是在干嘛？任警官问。你们运气好，赶上祭神了。我的身体猛地颤抖了一下。祭神怎么在山洞里？神不是天上来的，他们住在地底，就在山洞里。俺们这片人全知道。导游骄傲道。我猛地揪住了他的衣领。你是说住在山洞里的那东西是神？对啊，就咱们土地神啊。他说的理所当然。这里头还有个秘密，你们外地人肯定不知道。你们知道纣王当初为什么迁都吗？商朝的首都本来不在俺们这儿，在商丘那边。商朝人叫天翼商，但是有一天，天翼商祭祀的那个神死了，被咱们朝歌的神打败了，所以纣王就领着妲己跑俺们这地儿建都了。不止一个神，我觉得我好像把握到什么很关键的线索了。其实我老公的能力已经远远超过人类的范畴，在他的认知里，他与人类也是截然不同的2个种族。但之前这种能力是无定型的，我对他也毫无概念。直到神这个名词从祁县导游的嘴里蹦出来，那是我老公的声音。我出来后给了导游很多小费，谢谢你解答了我很多疑问。导游喜笑颜开。那我再送您一个惊天大秘密，一般人我不跟他讲的。你说商朝不是周武王灭的，根本没有牧野之战，反正俺爷爷的爷爷一直都是这么传下来的。哦，那商朝是被谁灭的？导游靠近我，敬畏地指了指脚下，是遭了神遣。我心念一动，为什么？据说是商纣王祭祀错了东西，引得神明震怒，朝歌城里一夜之间所有人都死了，血流到了牧野上。你知道血流飘杵这个成语吗？最早就是形容牧野上的惨状的。我爷爷的爷爷的爷爷的爷爷说，那可不是夸张。姬发进城的时候，特意挖了一条水渠道起水，才把朝歌城里的血放干净。祭祀了错误的东西，我突然觉得头痛，这头痛很快蔓延到了全身，疼得我无法站立。我的肚子也趁机咕噜噜地叫起来，腹部皮肤尖锐地凸出来，仿佛有什么诡异的生物试图破皮而出。有人把我扶到了车里休息，我拍了一下肚子，小心你爸收拾你。那东西老实了，小腹变回了平整。我缓过劲来，抬头一看，是老刑警带着老张来接我。江太太，你没事吧？我摇摇头。这起案子确实很诡异，不过好在你们一家都没有受伤。徐天一是个连环杀手，你先生不是，他已经被保释了。这么快？是的，他身上的血液检测结果不是人血，我们误会他了，不是人血，当然不是人血。我老公是3000年前居于朝歌的太岁，徐天一显然也不是人。我那天无意间目睹的所谓偷情，以及后来在医院中上演的，严格来说都是神战。他会是哪位神明？我老公在历史上又留下了什么足迹？我心事重重，跟着他们坐上了警车。他们3人聊起了刚才的奇特风俗。其实历史上很多民族都觉得神明来自地底，有祭祀山洞的传统，
这是种很普遍的现象。老刑警竟然是个历史迷，抽起了烟，笑眯眯道：“南美洲那边的祭祀还会每年给神明献上一张人皮。”我猛地竖起了耳朵，人皮？这样神明就可以幻化成人，行走在人间了。他的手机响了起来，我听见对面响起大队长惊惶的声音：“徐天一的尸体出问题了。”什么？人皮确实属于徐天一，但是里面的尸块不是他的，那是谁的 ？DNA 检测结果是我们警队司机老张的。对面吞咽了口唾沫，老张被扒了皮，丢在床上，而之前的那具尸体穿上了老张的皮。陪你一起出差了。手机啪嗒掉在地上，车里一片寂静。我们三人惊恐万分地看向了老张。老张掐灭了烟，一脚油门下去，狠狠撞上了树。千钧一发之际，我的肚子猛地突出6只爪子，用力撑住了椅背，这才让我没有被当场挤死。我跌跌撞撞爬下车，后头传来拆门的声音。老张徒手拆了钢板，丢到10米之外，从极扁的驾驶室里毫发无损地出来。长得很快吧？他看了眼我的肚子，那是徐天一的眼神，把他的子嗣给我。不，人类不可能诞育古神的子嗣，在他们破体之前，他们早就把你吸干了，你会变成一具干尸。天齐不会这么对我的，这种时候就不要恋爱脑了。伴随着虚弱的吐槽，响起啪啪2声枪响，任警官从车里翻出来，手里端着老刑警的枪，直接给了老张2发。老张的右手和右腿当场被卸了，他保持不了平衡，以一种奇诡的姿势倒在地上。任警官冲上来拉着我就跑，我俩跑进了一个仓库，还没关门，老张直接闪现到了我眼前。我钻到货架后面，把能够到的东西统统丢出去。你要是敢动我，我老公不会放过你的，他快死了。你胡说八道！你猜人类为什么要繁衍？因为你们会死，只有100年寿命的人类才需要留下子嗣，永生的古神压根不需要后代，所以繁衍对于我们来说是行将末路才做的垂死一搏。我的心猛地被揪住了，天齐快死了，所以他才让我怀孕，寄希望于孩子可以保护我。他筑巢真是一件麻烦事，从你怀孕开始，他把领地扩张了20多倍，整个华东、华中都被他圈入了股掌之中，任何踏入领地的神族都毫无例外地被他吞噬了，真是恶心。任警官又从暗处对他开了2枪，这次老张猛地一挥手，任警官当即被甩到对面墙上，摔得人事不省。整个3000年里，他的凶名无人不知，无人不晓，死到临头还这么疯癫，就从他的子嗣开始还债吧。老张的话语越来越低沉，越来越模糊，变得像是从地狱里传来的。他的头部整个裂开，一只恶心的触手从里头升起来，像是压根没有尽头一样，直到顶住了天花板。触手上密密麻麻的眼睛看向四周，拍打着墙壁，发出咚咚的声音。粘稠的咸水滴落在我的脚边，沙沙沙沙。神明是古老恐怖之物，他们并无仁慈，也无道德，只是一群强大的怪物。我闭上了眼，江天齐，你再不来，我真的一辈子不会原谅你。这个念头刚过，天花板上就啪的一声，坍塌一脚，江天齐从天而降，双脚夹住触手，沉身一扭腰，粗壮的触手从中断裂，轰隆砸在地上。可不可以对孕妇礼貌一点？煮酒音，我的丈夫半开玩笑地对导游说，我老婆她都怀孕了，你有没有素质？导游笑了笑，继续给我们讲解洞穴的历史和传说。太岁，导游开始讲述一个关于古老神明的故事。传说中，太岁是掌管时间的神，他似乎有着制造平行空间的能力。我丈夫深深地看了我一眼，然后我们继续前行，探索洞穴的深处。外头的天光瞬间暗了，电闪雷鸣，跟医院的那天很像。我想起传说中煮酒因是掌管空间的神，他似乎有制造平行空间的能力。我爬到任警官身边，任警官，任天堂。他瞬间醒了。我老公跟人打起来了，他可能会死。呜呜。他往外看了一眼，他俩打末日神战，我就一把手枪，还坏了，我连战五渣都不到。人民警察是有极限的，太太，我没让你去。我哭唧唧地抽出了他的警棍，借我一下。家庭主妇也是有极限的，天齐状态不太好，所以才给我留了个种，我不能让他一个人战死。为你，任警官想逮住我，可是我很快钻出了墙洞，他骨折了，抓不了我。外头是连绵的山川，最近的土丘上，闪电映出2头不可名状的巨兽，它们发出尖锐的嘶鸣，互相攻伐，像是黑夜里2抹恐怖的剪影。我翻到仓库旁边骑着的电瓶小3轮，顶着暴雨上山，我的小腹隐隐发烫，
肚子里的孩子发出跟他父亲一样愤怒的尖笑，回荡在我的颅骨中、身体里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闯入了战场，绝不能让我老公死在这里。这样想着，我狠狠一扭把手，以180迈的速度朝主九阴那长满眼睛的身躯撞了过去。一切都终止了。三轮车垒过股神的血肉，留下了肮脏的车印。巨大的身躯瘫在辽阔的山头，方圆10里都下起了恶臭的酸雨。刺穿他身体的触手开始翻涌着进食，遗落在地面上的肉块很快被吸收干净。触手清理完战场后，又从背后侵蚀而来，爬过我的衣服，抚上我的皮肤，留下透明的粘液。不定型的血肉蠕动着将我包围。天齐，我想问你一件事。莎莎，莎莎，3000年前，纣王是把我献祭给你了吗？莎莎，莎莎。触手幻化出没有人皮的五指，再次触摸了我的指尖，皮肤神经链接。他的回忆涌来，阴暗的洞穴，燃烧的火把，摆放着的金盆，少女安详的人头，跳动的心脏，新鲜的血肉。武王誓师，商王震怒，朝歌举行了盛大的祭祀，向太岁献祭了最好的祭品，那是太岁唯一愿意悦纳的人类。低贱的奴隶少女破例成为珍贵的三生。当祭品呈上的一刻，洞穴里响起尖锐的爆鸣，像是声嘶力竭的哭泣。朝歌随即发生了可怕的地震，奇水决堤，随之而来的是瘟疫、集体性疫症。繁华的国都陷落成疯子与血块的城市。古神游荡在群山的阴影里，不间断地发出人类无法承受的尖笑。疯掉的纣王登上了露台，一把火烧掉了800年的基业。在最后的那场大火里，一道巨大的阴影爬上了燃烧的露台，钻进了蜂王的身体里。武王姬发进入朝歌时，只找到了纣王无皮的尸体。而从那天起，一个少年背着巨大的香切，行走在大地上。他的香切里装着一团血肉、一颗心脏，以及一个少女安详的头颅。天齐，我那时候还活着吗？你被剁碎了。娇娇，那么，人类真的可以死而复生吗？从表面上看，世间的一切都在从洁净走向败坏，从秩序走向混乱。人死以后，细胞凋亡、腐朽，血肉化为白骨。但不要忘记了，是粒子构成了细胞，粒子不增不减，从宇宙起源的一刻就守恒不灭。生死只是数以亿计的粒子组成的不同状态。如果可以将构成你的所有威力推动到当初的位置，是的，一切都是可以回头的。只是逆商本身需要很多很多的能量，很多很多。公元前218年，日本海，一个老道士伫立在船头，眺望着远方的地平线，流露出微笑。你的水路是正确的，你真的指引我们找到了蓬莱仙山，陛下的不死灵药这次有着落了。少年穿着楚国的衣服，背上背着一个偌大的香切，盯着天边一座锥形火山的影子，默然不语。奇，你知道这样多的奇闻异事，回去以后愿意供职陛下的宫廷吗？他想要找到彭祖，我记得你说你见过他。我会留在这里，这里有很多活火山，还有很多神明。至于彭祖，你可以告诉赵正，不用再找了。少年转过头看着老道，眼中是神明的淡漠。他在37年前就死了。公元79年，地中海码头的搬运工遇到了一位奇怪的旅人，他黑发黑眼，但不是常见的腓尼基人或者伯罗奔尼撒人。他的长发过于顺直，五官也过于柔和，让水手想起遥远东方的传说。在他跳下山板时，水手试图去帮他扶稳他随身背着的巨大香切，那香切足有半人多高，帮忙卸货可以拿到4个卡德拉斯。一瞬间，尖锐的危险感袭来，搬运工忙不迭收回了手，但是他的手上依旧出现了血，莫名其妙的伤口。那少年甚至没有动，少年单手护住了香切，冷漠地走过他身边，用纯正的罗马语道：告诉你们的人，离开这个地方，维苏威火山快要喷发了。警告像一颗石子掉进了水里一样，消失在热闹的码头上。那天有很多人看到少年一个人朝神居住的火山去了。3天后，维苏威火山爆发。罗马经卷记载，朱庇特对那里降下了神罚。公元630年，吐火罗，一个光头的和尚在棚屋里休息。棚屋外头，远远可以看见矗立着的8米洋大佛。奇，你一直背着的那个香切里面是什么？不要问，也不要看，是你的小宠物吗？他好像不喜欢那个地方，一直在撞击着箱子，想要出来。没事，只是手罢了。僧人的脸色一僵，随即换了个话题。奇，我去西天取经，你去西天做什么？同伴对于佛理似乎不太虔诚，
可能是为了在丝绸之路上便宜行事，才装扮成僧侣的样子。同伴果然又说了莫名其妙的话。西天有8部天龙，僧人没有听懂，但是他已经习惯了同伴寡言少语的风格。他不会想到，后世将胡僧办玄奘西行，错误地抄录成了胡孙办玄奘西行。公元794年，平安京郊外的树林里，你又回来了。800比丘尼看着眼前的少年，眼神变得苍凉恐惧。神道教80万众神，在那来自徐福的道士登陆以后，死伤惨重。他不断吞噬他们，剥夺他们的权柄，拿走他们的力量，永远不知厌足。1000年来，他们都在这个岛屿上战战兢兢，苟且偷生。800比丘尼没有想到他会再次出现。那背着香切的古神少年平静放下香切，从里头捧出了一颗心脏。那心脏没有血管，没有血液，苍白的像是一颗卵，却在他手中勃勃跳动。心脏修好了，但心脏跟其他器官不同，他很快就会发现，他没有身体，他会再次死去。他淡漠的眼很看向他，禁锢时间的人鱼，我需要用你的肋骨打造一副封印心脏的化妆帘。等到安倍晴明追来的时候，据说吃了人鱼肉而不死的800比丘尼已经消失了。森林里只散落着一尾巨大的白色巨油，油里露出一张惊觉的女人的脸。时间的长河缓慢地流过，少女的身体却从未腐败，相反，有赖于古神精心的照料。我的丈夫总是那么幽默，他半开玩笑地对导游说，可不可以对孕妇礼貌一点？煮酒因，我老婆她都怀孕了，你有没有素质？导游笑了笑，继续给我们讲解洞穴的历史和传说。我们继续前行，探索洞穴的深处。外头的天光瞬间暗了，电闪雷鸣，跟医院的那天很像。我想起传说中煮酒因是掌管空间的神，他似乎有制造平行空间的能力。我爬到任警官身边，任警官，任警官，任天堂。他瞬间醒了。我老公跟人打起来了，他可能会死。呜呜。他往外看了一眼，他俩打末日神战，我就一把手枪，还坏了我连战五渣都不到。人民警察是有极限的，太太，我没让你去。我哭唧唧地抽出了他的警棍，借我一下。家庭主妇也是有极限的。天琪状态不太好，所以才给我留了个种，我不能让他一个人战死。为你。任警官想逮住我，可是我很快钻出了墙洞，他骨折了，抓不了我。外头是连绵的山川，最近的土丘上，闪电映出2头不可名状的巨兽，它们发出尖锐的嘶鸣，互相攻伐，像是黑夜里2抹恐怖的剪影。我翻到仓库旁边骑着的电瓶小3轮，顶着暴雨上山。我的小腹隐隐发烫，肚子里的孩子发出跟他父亲一样愤怒的尖笑，回荡在我的颅骨中、身体里。不知过了多久，我闯入了战场，绝不能让我老公死在这里。这样想着，我狠狠一扭把手，以180迈的速度朝煮酒因那长满眼睛的身躯撞了过去。一切都终止了。3轮车垒过古神的血肉，留下了肮脏的车印。巨大的身躯瘫在辽阔的山头，方圆10里都下起了恶臭的酸雨，刺穿他身体的触手开始翻涌着进食，遗落在地面上的肉块很快被吸收干净。触手清理完战场后，又从背后侵蚀而来，爬过我的衣服，抚上我的皮肤，留下透明的粘液。不定型的血肉蠕动着将我包围。天琪，我想问你一件事。莎莎，莎莎，3000年前，纣王是把我献祭给你了吗？莎莎，莎莎，触手幻化出没有人皮的五指，再次触摸了我的指尖，皮肤神经链接。他的回忆涌来，阴暗的洞穴，燃烧的火把，摆放着的金盆，少女安详的人头，跳动的心脏，新鲜的血肉。武王誓师，商王震怒，朝歌举行了盛大的祭祀，向太岁献祭了最好的祭品，那是太岁唯一愿意悦纳的人类。低贱的奴隶少女获利成为珍贵的3生。当祭品呈上的一刻，洞穴里响起尖锐的爆鸣，像是声嘶力竭的哭泣。朝歌随即发生了可怕的地震，奇水决堤，随之而来的是瘟疫，集体性疫症。繁华的国都陷落成疯子与血块的城市。古神游荡在群山的阴影里，不间断地发出人类无法承受的尖叫。疯掉的纣王登上了露台，一把火烧掉了800年的基业。在最后的那场大火里，一道巨大的阴影爬上了燃烧的露台，钻进了蜂王的身体里。武王姬发进入朝歌时，只找到了纣王无皮的尸体。而从那天起，一个少年背着巨大的香切，行走在大地上。他的香切里装着一团血肉、一颗心脏以及一个少女安详的头颅。天琪，我那时候还活着吗？你被剁碎了，娇娇。那么
人类真的可以死而复生吗？从表面上看，世间的一切都在从洁净走向败坏，从秩序走向混乱。人死以后，细胞凋亡、腐朽，血肉化为白骨。但不要忘记了，是粒子构成了细胞，粒子不增不减，从宇宙起，时间的长河缓慢地流过，少女的身体却从未腐败，相反，有赖于古神精心的照料，那些死去的细胞、剁碎的肢体开始重新萌芽、生长，大脑长出了眼球，手与腿碰撞嬉戏，内脏泡在神明的血水中缓慢地蠕动。古神捧着香切痛苦地抬头，一眨眼的功夫，蒸汽机跃上了历史的舞台。头戴礼帽的东方人行走在广袤的西部大平原上，突然一阵飘忽的笛声传来，绅士一个机灵，回头看着马车上的铁皮罐头，笛声不是里头传来的。他花了一天功夫，才在附近的矿场里找到吹笛子的人，那是一个中国劳工，跨越大洋来到美国西部，现在他快要死了，跟这个国度里其他受虐而死的奴工一样。谁教你的这支曲子？绅士询问。俺出生就会了。古老的乡音扑面而来，这是朝歌的声音，这是西娃的声音。绅士心念一动，看他的眼神变得亲切。你来自我妻子的家乡，我闻到了你血脉中属于她的味道，为此我可以实现你一个愿望。你想要什么样的愿望？俺希望白皮佬付出代价。中国劳工咽下了最后一口气，绅士摘下礼帽，许下股神的誓言：你的愿望将会实现。18个月后，美国南北战争爆发，文明前进得更快了。1883年，一位东方绅士敲开了特斯拉电气公司的大门，一份特殊合同递到了这位大科学家的眼前，设计一个通电的密封罐头。你要做什么？这不是你该知道的。如果我不能知道它的用途，那我就没法设计出符合你要求的电器。绅士拨弄着指尖，最后下定决心，一般起身，请跟我来。密闭容器被打开了，沉淀着不知多少古神的血液里，人类的肢体漂浮着，洁白的手臂浮出水面，那是少女的柔仪。特斯拉与东方神秘访客密谈了3天，最后同意用交流电为容器功能。6个月后，大发明家看着透明容器里手臂与躯体接驳的部位，这是起死回生。是的，神秘访客低声说，这是起死回生。又过了半个世纪，原子弹出现了。苏俄军方曾在乌克兰丢失过2枚核弹头。3天后，通古斯发生了一场奇怪的大爆炸，爆炸中心的所有树木都被炸毁了，雪地里留下一个撞击坑。但诡异的是，没有生、光、火，除了倒伏的树木，没有其他能量外泄。卫星捕捉到了这次不同寻常的爆炸，美苏双方进入战备状态，但没有任何证据是美国军方所为。最后，通古斯大爆炸被记录在克格勃的绝密档案中。他看着容器中四肢与身体完成接驳的躯壳，轻轻抚上了透明玻璃。你听得见吗，西娃？今天清晨有美丽的喜鹊在草坪上飞过，沉睡的大脑发出了梦一般的声音。只有葵花样的触手在努力消弭着伤口。所以我并不是转世重生了，我只是起死回生了，因为是回到3000年前完整的身体状态，所以我并没有长大的记忆，对吗？我不是在现代长大的，我是在商朝作为奴隶西娃长大的。是的，3000年的时间太漫长了，你早已忘记了一切。2003年，中国 S 城某处孤儿院，14岁少女抱着膝盖坐在墙角，不断颤抖，身体被摧毁的恐惧即使忘记，依旧深深地烙印在她的潜意识里。工作人员耐心地告诉她，你的父母出车祸了，你活了下来，但没有关系，我们会照顾你，有匿名者为你捐助了很多善款，你会平平安安地长大，念书，不要害怕。雨夜的窗户外，长身玉立的年轻人静静地凝视着。时间也许真的是相对的，他从不觉得3000年很漫长。6年后 ，F 大作为杰出青年回国的江天琪被母校邀请做讲座。讲座结束的时候，有个清脆的声音叫住了他：江先生，你的钢笔掉了。他们很快坠入了爱河。少女洋洋得意，觉得自己心机深沉。她并不知道，那支钢笔是她故意掉的，一如她不记得过去的很多事。3年后，他们结婚了。跟很多灰姑娘的故事一样，少女在换衣间里试穿婚纱，未婚夫坐在窗边看雨。她的记忆里有过很多人，但现在像雨夜一样宁静。叮咚，复制再是一次分享。3年后，他们结婚了，像许多美丽的爱情故事一样，他们的婚礼充满了欢笑和泪水。少女在换衣间里试穿婚纱，而她的未婚夫则坐在窗边，静静地看着窗外的雨景。
心中充满了对未来的憧憬和宁静。当她穿着婚纱出现在他面前时，他被她的美貌所震撼，真诚地称赞她很漂亮。他的喜悦溢于言表，看着她签下了为他购买珠宝的支票，心中充满了幸福。他并不知道，在他们共同走过的岁月里，他一直在默默地支持她，给予她力量。他曾把整个人类文明的精华都融入了她的生活之中。你愿意嫁给我吗？他曾在求婚时这样问她。新婚时美好的画面渐渐隐退，他们开始了平凡而温馨的婚姻生活。在一次雨夜，他第一次真正理解了她。她不是他最初想象中的那样，而是有着更深层次的内涵和温柔。他走过去，捡起地上的衣服，像每天早上为她整理西装一样，慢慢的给她穿好。番外一成为孕妇后，她继续享受着平静的生活。有一阵子，她特别担心丈夫的健康，因为她曾提到，他们种族通常不会轻易有后代。丈夫发现她的担忧后，温柔地安慰她：“我没事，生孩子主要是为了你。”她疑惑地问：“如果你永远是人类的话，我很快就要来第二次了。”她解释道：“原来他早有这个打算，要赐予她永生。通过妊娠，他将她的基因混入了她的体内。”她突然有个疑问：“秦始皇有没有问你求过永生？”“我不会跟他生孩子的。”丈夫幽默地回答。2个月后，她早产了，接生的是她的丈夫，过程很轻松，因为他们的孩子是以一种特殊的方式诞生的。丈夫用一种特殊的方法照顾孩子，让她感到既新奇又安心。孩子虽然与众不同，但丈夫对孩子的爱让她感到温暖。她问他：“我不是怀了一堆吗？怎么就生出来3个？”他们把其他兄弟都吃了。丈夫平静道，解释了早产的原因。她虽然不太理解，但对孩子的爱让她担心。这么小去海里没关系吧？海里还有核辐射。丈夫安慰她。他们住在我拉莱耶的宫殿里。她嗯了一声，半晌才反应过来。等等，你刚说什么？拉莱耶？拉莱耶是我家房子。从白垩纪开始，一有厄尔尼诺现象，我就住那里消暑。丈夫平静地点了下头。好家伙，原来他就是传说中的克苏鲁。他们回来后去探望了任警官，他因为全身多处骨折，躺在病床上。丈夫感激任警官对他们家庭的照顾，并提出可以满足他3个愿望。任警官沉默了一会儿，然后提出了一个简单的愿望，希望能在 S 城有套房子。丈夫满足了她的愿望，给了她在黄浦江边的一套豪华别墅。我的丈夫对古生物学有着浓厚的兴趣，这不仅体现在他喜欢逛博物馆欣赏恐龙化石，还表现在他的公司里有一个部门专门研究古生物基因。我好奇地问他为什么对恐龙如此着迷，他笑着回答说，他觉得恐龙是一种非常有趣的生物。他告诉我一个有趣的事实，在欧洲出土的一个异特龙化石上有一个奇怪的咬痕，这让科学家们百思不得其解。因为异特龙是食物链的顶端捕食者，科学家们一定感到很困惑。他笑着说，然后继续看他的报纸。我试图了解丈夫的年龄，但他总是回避这个问题。不过他曾经提到过他的童年并不幸福，因为那时候地球非常热，到处都是岩浆，他只能吃硫磺，这让他感到特别委屈。因此他现在什么都吃，以此来治愈童年的创伤。我开玩笑地说，他可能已经有40多亿岁了。成为母亲后，我的生活和许多富家太太没什么两样，只是偶尔会和丈夫一起做一些不同寻常的事情。比如我们会去太平间看看最近有没有不幸去世的孩子，然后我们会买下他们的遗体，制作成纪念品，以此来教育我们的孩子尊重生命。我们家的孩子有时会问，妈妈，我可不可以把皮脱了？我总是回答，不可以。我们家的家风很严，每个礼拜我都会开一次家庭会议，强调不能吃人。丈夫也会帮忙说，妈妈就是人，你们会吃妈妈吗？孩子们都会摇头。我有时会担心这样的教育是否真的有效。丈夫则安慰我说，对于他们来说，吃人就像人类吃辣条一样，只是一种习惯。他其实并不喜欢吃辣条，而商朝的人祭传统并不是从他们这样的古神那里开始的。我告诉他，以后不要再随便弄死人了。他答应了，但我觉得这个承诺太轻易了，似乎他并没有放在心上。我们的恋爱故事非常特别，就像海鸥爱上了码头的薯条一样不寻常。老大11岁的时候消失了3天，回来时满嘴的血。他说他遇到了一个神，并且把他吃了。丈夫表扬了他，但我试图干涉时，丈夫拒绝了。他说这是他们作为永生种族的天性。我意识到，在40多亿年的时间里，他一直活在一个非生即死的世界中。老二上幼儿园时被孤立，因为他的气味让其他孩子不舒服，
我安慰她，告诉她长大后会好起来的。后来有一个小女孩愿意和她一起玩，老二非常高兴。我看着孩子们，仿佛看到了文明起源时的我们自己。我问丈夫，为什么他不和那么多人培养更深厚的羁绊？他深情地回答说，因为他们都不是我。